我们先找胸大肌的附着点，在锁骨内侧这一段，包括到胸骨，一直到肋骨第6肋的肋软骨，这都是胸大肌的附着点。然后这个是胸大肌的指点，在肱骨的上端。然后胸大肌呢，下面还有一束比较薄的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外形呢是这个，下面这一侧呢不太容易看得到，所以说经常会感觉胸大肌好像就是这么多。其实它还有一束是连接到腹外斜肌的筋膜上的，所以胸大肌的造型是这样，另一侧与之对称。然后肩三角肌在这个位置，锁骨的外端1/3处，它和胸大肌之间有一个形成了一个窝，这个是肩窝。有肱骨外上髁的这一侧就是外侧面，手臂的外侧面，肩三角肌是结束到外侧面的，所以说肩三角肌应该在这儿。然后从乳突到锁骨，胸锁乳突肌，胸锁乳突肌的锁骨端，然后是斜方肌，其他的结构我们可以就不用管了。顶多呢，再把这个喉结的体块画一下。从剑突下来到耻骨联合，然后在耻骨结，这个是腹直肌的起点，这个都不太重要。然后腹直肌呢，一共有8块，有的人有10块。中间的这个叫剑滑，它是多腹肌，它是好几块好几块的。那这个呢，我们也是用不到啊，稍微知道就可以。最重要的还是在肩臂，胸腔这里，在肱骨的前面是肱二头肌，先是肱肌，但是肱肌在体表看到比较少，然后是肱二头肌，在肱骨的后面就是肱三头肌。我们可以通过手肘的这个柱体来判断它的前后，来画它的这个其他的肌肉结构。肱二头肌，肱肌是连到耻骨上的，肱二头肌是连到桡骨上。然后这个位置啊有一个小方块，这个小方块也就在这个手肘圆柱的后边，这里是耻骨鹰枕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块这个核的结构造型。这个是体表的。让我们看大拇指一侧，小拇指一侧。大拇指一侧骨的地方偏高偏短，小拇指对应的一侧整体偏长。记住这个形就可以，能分辨得出来哪一侧的轮廓是对应的拇指，哪一侧对应的是小指，这个轮廓就比较好去表现了。然后其他的再深入的肌肉结构我们就不需要了。然后胸大肌这里形成了腋下的前臂，就是背阔肌，在背阔肌和胸大肌之间前锯肌，这也是稍作了解即可。那前锯肌前面的这个叫指状突，指状突呢是和腹外斜肌相咬合的，然后腹外斜肌到髂脊停止，这个髂齿韧带，这个就是上半身的一个肌肉结构。那我们通过搭建它的骨骼，再从肌肉的附着点，从骨骼上面把肌肉画出来，就得到了它这个比较合情合理的结构。然后大转子从髂前上棘，在髂脊上面往后一段，这样画一块。这一块呢就是阔筋膜张肌，挨着阔筋膜张肌往后是臀中肌，再往后是臀大肌。臀大肌和阔筋膜张肌，它俩连到一个韧带，这个叫髂胫束。髂胫束一直结束在胫骨外侧。这个是风降肌，先画这边风降肌，因为风降肌在内侧，在这里能看得到，结束在这里。这里是耻骨联合，这边连向股骨是耻骨肌，
腰髂肌，这边就没有那么重要了，这个就不重要了，要不就不说了，就把它概括成一块就好。这样，然后大腿的外侧、前侧是股四头肌，中间一块，外侧一块，里边一块，然后记住这个就可以了。这里是髌骨，髌骨在股骨下端的前面，不在胫骨上。前面这里是胫骨粗隆，髌骨连向胫骨粗隆，中间的是髌韧带。小腿肚子，小腿上的肌肉只有小腿三头肌只有腓肠肌是从股骨上连下来的，然后胫骨上其他肌肉都是起于胫骨，止于足骨，这些也是稍作了解即可。这边是有露出一点小腿肚子，这边是内侧。大腿的肌肉连向髌骨，髌骨连向胫骨粗隆，然后小腿肚子，然后在胫骨内侧这个面，这属于皮下胫骨，也就是皮肤下面没有被肌肉覆盖。然后在这里面能看到一点这个后面的臀大肌，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人体的解剖结构，没有讲那么深入，也没有讲太细，就是主要讲一些跟外形相关的。你看大腿为什么这个弧度有变化？其实一个是内侧的，然后一个是前侧、外侧构成的轮廓。